你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奶奶，你怎么不吃米饭？李阿姨孙女问。我以后再也不吃米饭了，人家说米饭是最差的主食，吃了容易血糖高。李阿姨回答。半年前，63岁的李阿姨被查出血糖偏高，医生给她开具了降糖药服用，血糖一直控制得不错。上个月，她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，米饭是最差的主食，会导致血糖失控，建议血糖高的老人不要吃米饭。自打那以后，她就彻底的将米饭拉入了黑名单，每天只吃蔬菜和肉类。一天，李阿姨感觉自己全身无力，走路不稳，以为自己没有睡够的原因，于是吃完午饭就去睡午觉了。可到晚上也没有看她出来吃饭，家人担心就去查看，结果发现李阿姨口吐白沫，叫也叫不应，赶紧送去医院。去医院一查，发现李阿姨的血糖只有 1.19 毫摩每升，正常人的空腹血糖在 3.9 至 6.1 毫摩每升之间，这是严重的低血糖的表现，需要立刻的住院治疗。医生表示，导致李阿姨低血糖的元凶正是不吃主食。一、多吃主食死得快，米饭是最差的主食。早前一篇名为《白米饭是垃圾食品之王》的文章在网络上疯传，文章声称米饭只有淀粉和糖，几乎不含蛋白质、维生素等的营养，是典型的垃圾食品，是最差的主食。这种说法有道理吗？米饭还能吃吗？其实之所以有这种说法，主要与这两个原因有关。一是米饭的升糖指数高，白米饭升糖指数超过了80，和土豆泥、糯米饭等属于高升糖的食物，血糖偏高的人群确实要少吃。二是米饭的营养单一，稻谷经过彻底的精细加工后，外层被完全的去除，淀粉比例大幅的上升，从营养的成分来说，确实比较单一，所以这个传言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那是不是说明吃米饭真的是最差的主食，以后都不能吃了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米饭虽然营养单一，但是它内有大量的淀粉、部分蛋白质以及少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这些成分是身体的能量之源。米饭内的淀粉在进入体内后，可转换成葡萄糖，葡萄糖是大脑唯一可利用的能量物质。一旦体内缺乏葡萄糖，就会引起烦躁、头晕、记忆力减退等一系列的症状的出现。所以说，米饭还是要吃的。中山大学附属第3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卞华伟主任指出，糖尿病患者必须吃主食，以防出现低血糖、酮症酸中毒等的不良反应。但是不能肆无忌惮的大量的摄入米饭，而是要有控制的吃。建议将米饭与粗粮搭配主食，每餐饭摄入在7分饱左右即可。烹饪的时候不要煮得过于软烂，食用时最好细嚼慢咽，这样可以延缓进餐的速度，降低主食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，对控制血糖有帮助。二、为什么日本人也吃米饭，但血糖控制却很平稳？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，日本是世界范围内肥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，占比仅有 3%， 且日本的糖尿病患病率是世界最低水平。为什么日本人也吃米饭，但他的血糖控制得不错呢？最主要与日本人的饮食模式之间有很大的关系。一是吃法不同，日本人更倾向于吃凉米饭，凉米饭内有的更多的抗性淀粉，而抗性淀粉具有平稳血糖、减少饥饿感、通便等的作用。另外，日本寿司也会加醋混合，有研究表明，加醋会将胰岛素敏感度提高，降低餐后血糖。二是饮食结构不同，日本人的饮食模式类似于地中海的饮食，日常摄入的食物中，海鲜、生鲜、蔬果、豆类以及五谷杂粮占较高的比例，
这些食物内均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可以延缓身体对于葡萄糖的吸收，起到控制血糖的作用。3. 不想血糖失控，少碰4种升糖食物。有些食物吃完后血糖升得快，这对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无疑是不合适的。一般我们会以 GI 值来衡量食物的升糖指数， GI 值大于75的食物就被称为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。想让血糖稳定不失控，建议尽量的少吃这几种高 GI 食物。1. 糯米鸡、糯米粽子、汤丸、年糕等，这些食物的 GI 值比葡萄糖还高一些，因为蒸熟的白糯米很容易的糊化，在消化的过程会在淀粉酶作用下分解成低聚合的糖类，最终会导致血糖上升。2. 土豆泥，土豆在经过碾压后，糊化程度会明显增加， GI 值也会大幅度的上升。数据显示，土豆泥的 GI 值为87，相较于蒸土豆增加了22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高 GI 食物。3. 西瓜，西瓜的 GI 值为72，也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。一次性摄入大量的西瓜会导致血糖骤升，对于本身高血糖的人来说，还可能会导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。4. 稀饭，相较于干饭，稀饭的升糖指数会更高一些，特别是一些煮制的特别软烂的稀饭，食用后会很快的被身体吸收利用，会导致餐后血糖大幅度的上升。4. 控制血糖，专家推荐吃这4种主食。国家卫健委发布的《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》版里就分享了适合糖尿病患者吃的84天的食谱，其中高频出现的控糖主食是这4种，可以参考一下。1. 杂粮杂豆饭，杂粮杂豆都属于粗粮，建议做饭的时候杂粮杂豆占比1/3至1/2。女性一顿饭建议摄入50到75克的米，男性则可以摄入75到100克的米。常见的杂粮包括有藜麦、荞麦、玉米、小米、高粱米，杂豆有绿豆、赤小豆、芸豆、蚕豆等。2. 荞麦面条，一般不建议吃100%的纯荞麦面，因为这种荞麦面的口感不好，而且价格贵。日常我们可以选择荞麦粉含量在30%到50%的荞麦面，其他成分也要看好，优先选择全麦粉、普通全麦粉、黑全麦粉为宜。这些物质内的膳食纤维也较为丰富，有利于控制血糖。3. 燕麦片，燕麦也是一个很好的粗粮，但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看好配料表，选择配料表只有燕麦的产品更好，避免选择一些添加物较多的即食燕麦片。这些即食燕麦片为了保证口感，会添加大量的糖、盐等，食用后容易导致血糖升高。4. 蒸五谷和薯类，蒸五谷、薯类都是很好的主食，日常可以选择玉米、地瓜、芋头、铁棍、山药等，这些食物可以替代白米饭作为主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